家好，欢迎来到骆驼区块链第11期。我们本期讲解一下另外一个跨链的产品。这个相较于我们上一期讲的这个产品来说的话，它的功能性比较多一点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我们首先打开这个网站，这个网站也是和上一期的那个跨链视频一样。首先我们需要连接自己的钱包，这里选择切换一下自己的钱包。我们确定是在 X 代链上的话，我们选择一下 X 代，然后我们 X 代上面应该是有那个有我们的代的，我们把0.5个代我们换到STM 上面的代里面去，然后这里它就会进行一个比较短时间的一个运算，包括它去选择它的跨桥的一些产品啊那些，然后我们可以稍作等待。这里等待完成之后呢，然后它就会显示说我0.5个 X 代上面的代，跨链到 FTM 上面之后，它的代实际上要获得是0.4997个。那么这个是和上一次我们那个产品是差不多的。它比较优秀的地方是在于，它其实可以选择跨给其他的地址，比如说现在你可以跨给你另外一个你的以太坊的一个地址的话，那么它这个跨链的这个实际操作过程呢，就是从 X 代跨到了另外一个地址的 FTM 这条链上去。那么这样子做的话，就相较于说不用再进行一次转账的操作。那假如说我们现在这里不选择的话，我们直接这样子等待点击 swap 之后，它同样的要进行一次确定的授权。因为我以前做过这个操作，所以说我不需要授权它这个消费额度。如果你们是第一次使用的话，它可能还需要有一个确定的过程。这个视频待会儿结束之后呢，我会把这个网址贴到评论区的简介处，大家方便大家查看。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实际的走的过程，然后后面这一块区域呢，它是显示你现在这个资产到了哪一条链。如果出现了一个报错的话，或者是没有跨链成功的话，那么我们点击对应的相应的步骤，它就会重新启动这一步。所以说相对来说，对我们资产的寻找和安全性啊都有一定的保证。而且这个产品相较于上一期的产品来说较为成熟，所以大家可以下来有使用场景的时候去体验试试看。我们这里需要稍作等待。好，这里提示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点一下这个，然后确认签名一下，那么它就可以把我们的0.5个代从 X 代链上转移到 FTM 上。我没看错的话，这里应该是执行成功。看一下我们具体的扣费情况，我们这里显示是已经扣费成功了。我们关掉这个过程，要反复重新做一遍，然后这样子，我们先把它切换到 FTM 链上。切换过来了呢之后，然后我们要把它跨回 X 代链上去。这里也会做稍作等待。等待完成之后，这儿显示可以跨链，那我们继续刚刚那个操作。我们如果在哪一条链上跨呢？那我们就需要准备对应那条链上的一个 gas 费。比如说 FTM 的话，它就会需要准备 FTM 这个 gas 作为 gas 费。当我一不小心把它关掉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，可以继续打开看到它的一个跨链的情况。我们这里也是稍微做一下等待。
等待一段时间之后，然后这里显示这个以后，我们点击一下签名，那么它又可以从 FTM 边又换回了我们 X 代面上。好，这个本期的教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然后我们说一下，就是骆驼区块链公众号和朋友圈每天更新，油管频道每周更新，视频号不定期更新。我们下期再见。